家好，我是 Irene。说到开发 API， 有一个绝对会让人想到的辅助工具，那就是 Postman。这个单元我们要来聊聊 Postman， 并且带大家来实际使用看看 Postman。Postman 它是一个功能强大，并且广受开发者喜爱的测试工具。它提供了一个直观和友好的界面，让开发人员能够轻松的测试、验证和调整这个 API。使用 Postman， 你可以发送各种 HTTP 请求，像是 GET、POST、PUT、DELETE 等等都可以。那你也可以检视和分析伺服器的回应。它支援了多种数据格式的传输，像是 JSON、XML、表单数据，让你可以在测试的过程中模拟真实的请求和回应。Postman 分为2种安装方式，你可以前往 Postman 的下载页面，选择你的这个符合你的作业系统的版本来进行下载。那你除了下载之外， Postman 也有提供 Chrome 的线上应用程式版本。那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去看看这2种的差别在哪里。在这一篇教学中，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Postman 的界面和基本功能。那点选 Postman 首页上的这个 Workspace 的选项，进入自己的工作区，就可以来进行探索和使用这个 Postman 的各种功能。好，那在这一篇教学中我会简单的介绍 Postman 的界面和基本功能。当你打开 Postman 的时候，你会看到主要界面的左侧，这个是功能区，这里显示了你的专案和资料夹等等。你可以组织和管理你的请求跟集合，也可以创建新的专案、新的资料夹，并在这里面组织你的请求。首先，让我们进到这个主要界面的这个介绍，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加，这个按钮呢，点击下去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请求。那下面的部分呢，我会分作为这个网址区块、参数区块和回应区块来一一做介绍。OK， 那我们进入到这个网址区块的部分，可以看到在这个左上角深蓝色的地方，这边呢就可以自定义这个请求的名称，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管理和识别不同的请求，尤其是在进行多个请求的时候特别有用。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黄色区块提供了很多种的呼叫方法，让你可以进行选择，包括了比较常见的 GET、POST 等等。接下来呢，在浅蓝色的这个框框的部分，输入你要访问的 API 网址，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完整的网址，或者是使用变数来构建动态的网址。最后，在准备好了请求的方法和网址后，只需要点击这个按钮，送出请求， Postman 就会向该网址来发送请求，并且显示相对应的回应啦。这样你可以轻松的进行 API 测试和开发。那我们进入到参数区块，在参数区块里面的查询参数，通常会用于这个 GET 的请求，那它也会显示在网址的尾部，来这个指定特定的查询条件。接下来呢，这个就是验证的部分授权。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用来对 API 发送请求的时候提供的验证资讯，来确定你有没有权利访问这个 API 的特定资源，或者是执行特定的操作。你可以从这个下拉选单中选择适用于你的 API 的授权方式，例如基本的身份验证，或者是 JWT 等等。透过授权功能，可以有效的模拟和测试需要验证的 API， 并且确保你的请求可以正确的通过身份验证机制。这对于开发需要授权访问的 API 来说非常的重要并且这让 Postman 在进行 API 的测试和调试中更加方便。接下来我们讲到 Header。Header 的功能在用于就是在发送请求的时候设置请求的 Header。透过设置 Header 的时候，你可以提供额外的资讯来确保正确的请求处理和回应。参数区块中的 Body功能用于发送 API 请求的时候传递请求主体中的资料，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传递方式，像是 raw 原始资料，或者是 form data 表单资料等等。其中最常使用的就是 raw
这种方式允许你根据这个 API 的需求，以适当的格式，像是 JSON、XML、HTML 等等，来编辑和传递请求主体中的资料。透过选择正确的传递格式和方式，你可以确保请求 body 中的资料能够准确完整的传递给 API。如果你需要传递档案给 API， 可以选择 Form Data 的格式。那点击那个添加档案的按钮来选择你要上传的档案。透过 Postman 的 Form Data 的功能可以轻松的处理需要上传档案的 API 请求，并且根据 API 的要求传递所需要的资料。这对于档案相关的 API 操作，像是图片上传、文件上传等等，非常有用。在参数区块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叫做 Pre-request Script， 可以让你在发送请求之前执行自定义的程式码。在 Pre-request Script 中，你可以使用 JavaScript 来编写程式码。透过 Postman 的 Pre-request Script 功能，你可以加强 API 请求的弹性和个性化，提高测试的灵活性和效率。在参数的区块中，最后一个重要的功能呢，就是 Test 测试啦。这个功能允许你在接受到 API 的回应后执行自定义的测试。在 Test 区块中，你可以使用 JavaScript 来编写这个测试的脚本。这些脚本呢，会在接收到 API 回应之后自动执行，检查回应的内容、状态码或者是 header 等等。透过 Test 的功能，你可以自动化执行各种测试案例，并且检查 API 回应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这有助于确保你的 API 按照预期运作，然后提早发现和解决问题。使用 Postman 的 Test 功能，你可以有效的验证 API 回应的正确性，并在测试过程中提供高效率和准确性。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Postman 的回应区块啦。在 Postman 中，回应区块显示了 API 回应的详细资讯，包括了状态码、header、回应主体等等。那首先你会在回应区块的顶部看到这个状态码，它会告诉你请求的执行状态。常见的状态码像是200成功，400请求无效，404就是没有找到的意思之类的。那通过状态码，你可以快速的了解 API 请求的结果。接下来你可以检视回应的 headers。header 包含了关于回应的其他重要资讯，例如 content type、content length 等等。header 的资讯对于进一步的处理和解析回应非常有用。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 response body， 它包含了 API 回应的这个实际内容，根据 API 的回应类型，回应的主体可能是这个文字，或者是 JSON 的格式，或者是 XML 的格式。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你这个回应的 body 的排版方式。以上就是 Postman 的主要界面和各个区块的简单介绍。透过这些功能，你可以创建、发送和测试 API 的请求。接下来我们实际试用看看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刚有提到 Postman 有安装的版本，也有提供控线上应用程式的版本。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跟喜好来选择你想要用线上应用程式的版本还是安装的版本。那我们这边呢会以安装的版本来作为范例。那我们进到这个 Postman 的下载页面，点选下载，下载完成后开启档案。OK， 那我们下载完成之后就会看到 Postman 这个页面啦。那它这里就是看你有没有要建立账号或者是进行登录。那我们因为在示范，所以就先跳过，直接开始，就是这个就是没有账号的版本了。那我们来实际测试看看呼叫 API 用 Postman。好，之前有提到政府资料开放平台，这一次测试呢，我们就来利用政府资料开放平台的 API 来进行呼叫。我们利用这个乡镇天气预报的 API， 往下滑，我想要 JSON 的这个格式，我就检视，会看到这里有一个资料下载网址，复制，打开 Postman， 那我们选择这个 get 方法，把刚刚的网址这个贴上去，就会看到这里查询参数它已经自动帮你填入了，点选这个蓝色的按钮 Send 就可以呼叫了。呼叫后就会得到这个政府的乡镇天气预报的资料啦。因为我选的是 JSON 格式，所以我利用 JSON 来进行排版。
这样就可以看到所有乡镇天气的资料了。同样的，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 XML 的格式，也是可以一样把它复制起来，贴上，并且送出。然后我们把格式选为 XML， 就看到它也是自动帮你排好了。好，我们 Postman 的测试就到这里啦。那我们 Postman 的介绍到这边先告一段落了。在下一个单元，我们会以 Python 的 Flask 框架来实作架设伺服器。下次见。